女人回头时震惊地发现，刚从乡下来上海读书的表妹，居然从一辆豪车上走了下来。谁送你回来的？这位朋友啊。什么朋友？干什么的？怎么认识的？我就跟普通朋友出去玩，你担心啥呀？女人起初真的以为两人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所以便没有对表妹的事情再过多的询问。可直到这一天，她给正在洗澡的表妹送睡衣时，竟无意间瞥见了她后背上触目惊心的红痕。你后背怎么了？没事，跳舞摔的。虽然表妹轻描淡写的说是摔的，但安妮的心头却掠过了一丝不安，因为这伤痕看起来并没有这么简单。于是为了表妹的安全，当即她便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那就是去给那天送表妹回家的朱贺一点警告。而结果也正如她所料，隔天表妹就过来跟她说出两人分手的事情。姐，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去打网球，我也再也不想见到他。安妮本以为这样的结局已经算是好的了，可直到这天她回家发现表妹割腕自杀，到医院了才知道小文已经患上了抑郁症。虽然为了表妹的清白，安妮并没有报警的打算，但很快朱贺的妻子于笑就发现了模范丈夫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她发现从来不戴帽子的丈夫居然在家里私藏了一款限量款的帽子，所以她当即便认定这顶帽子是丈夫要送给情人的。可结果通过侄女的查询才得知，这顶帽子虽然是丈夫买的，但收货地址却并不是他家，所以于笑便顺着地址便找了过去，结果却发现安妮居然也住在这里。回想起之前朱贺与安妮的几次约会，立马就让于笑有了不好的预感，只是看到对方着急忙慌的样子，无奈的他也只好偷偷的跟了上去，结果却无意间发现了让他无比震惊的一幕，那就是病床上的女孩看到于笑后便立马就叫出了她丈夫朱贺的名字。朱贺，你来干什么？起初安妮还以为于笑是怀疑自己跟朱贺有染，所以才跟踪他来到了这里，便主动说出了表妹的事情，并表示自己接近朱贺只是想给他一点警告。不料两人对话的一幕刚好被跟着线索找来的警察宋成听到，因为警方在调查一起高中生被害案时，无意间在监控里看到了安妮表妹跟朱贺在停车场的一幕。这位商界精英不仅跟死者有着说不清的关系，而且还似乎跟7年前的一起少女被害案有关，所以警方希望能从罗小文这里询问一点情况。起初安妮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直到她看到了宋成递给她另一名受害者的照片时，她的血液瞬间就凝固了，因为照片上受害者身上的伤痕竟然跟表妹身上的伤痕一模一样。我看到过，在小文身上一样的。这个发现让安妮的世界彻底崩塌。虽然罗小文在她的帮助下成了这起连环杀人案中唯一一个可能指证恶魔的幸存者，但警察急切的需要罗小文的证词来逮捕朱贺。不料宋成刚说出自己的想法，一旁于笑就立马阻止了他们。现在不行，现在绝对不行。我不是怕你们对他的询问得出来什么口供对我老公不利，我就是单纯的站在受害者的一个被强奸过的受害者，他如果没有再接受过心理疏导之前，你对他的询问等于对他第2次伤害。于笑的这一番话让宋成立马就想到了自己曾经同样受过伤害的妹妹，要是自己当初能懂这些，也不至于强制拉她到警局报案，导致这几年来妹妹从来都没有走出家门。但现在为了罗小文的安全，他们一样要尽快转移罗小文，因为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朱贺所为，那么在他知道罗小文出事后，必定会来医院对其灭口。而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料，警方刚安排车将罗小文从医院转移，下一秒听到风声的朱贺就直接冲了出来。